来，大家都来看看海中的拉拉骨。不敢说每个人都吃过，但每个人都见过吧？在北方地区是一个地道的小海鲜。本期视频咱就好好的把玩它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昨天呢跟哥们赶海去了啊，抓了点这个玩意儿啊，看长得呀也算挺萌。哎呦，在我们老家呀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小海鲜，每个人都吃过。当地人呢称为泸沟虾，中文正式名啊叫篓沟虾。说泸沟是啥呀？泸沟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地里面抓的那个拉拉骨，因形似篓骨哈，所以叫它篓沟虾。为什么这期讲它呢？因为无论从娱乐性、科普性、实用性都具有非常高的价值。我今天呢就从抓虾、抛虾、做虾、吃虾4个维度给大家详细的讲解，挺有意思的啊。帮老郭录波赞，咱们开整。首先咱得学会抓虾，我认为抓虾是赶海里最好玩的一个项目。篓沟虾属穴居型虾类，要想获得此物有2个办法，一是自取，2是强攻。大家在赶海的时候会发现成片的大窟窿眼子，如果是半泥半沙的海滩，很有可能就是它的老巢。像我这种9级钓匠，我一眼就能分辨出来。钓虾之前得先做个神器，大家可以用细的竹签或树枝，然后随手薅一把羊毛，用细绳绑牢。钓虾的时候用小铲子把上面的伪装层铲掉，就别有洞天了。然后把牙签一个个的插入洞中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竹签在蠢蠢欲动，然后你就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拔到头的时候，用手连毛带虾一把薅住。恭喜你，你已经会钓虾了。钓虾可以陶冶人的情操，磨练人的耐性，锻炼人的意志，舒缓人的压力，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运动，每个人都爱钓。这个方法就是自取，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强攻，很粗暴，用的就是我手里的这把抽子，对准虾洞一抽就行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好了，虾有了，那么怎么吃？都哪里能吃，哪里不能吃？咱们解剖研究一下。先看一下它的外部特征，就这长得也太磕碜了，黑不溜秋，软了咕囔的，在虾界里绝对是个丑角。它的外壳通体又圆又薄，背甲一共有6片，形似虾爬子。别说它的尾巴长得还是挺漂亮的，头部酷似小龙虾，但额角非常有特点，像不像戴了一顶皇冠？一对小眼珠子就长在额角下方，分别长有2对一大一小的触须。这是它的嘴。我要重点讲一下它的一对螯足。篓沟虾的螯足为亚螯状，其中的一个前肢退化成了一个锯齿，没有夹的功能，只有刨的功能，所以它是个打洞高手。腹部长有4对蛹足。重点来了，如何区分公母？篓沟虾到了繁殖期，通体全是黄啊，喷香的。就看这个位置，如果是母虾的话，这块多了一对小腿，而公虾是没有的。这个区分方法正好和虾爬子是相反的，大家用笔记好，考试有可能会考啊。还有一处也能分辨出来，就是在母虾的第3对不足的基部有2个小点，这个就是母虾的生殖孔，而公虾是没有的。公虾的加油腔在最后一对不足的基部，仔细看这根白色的管子就是公虾的输精管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，打开天灵盖，和小龙虾的结构很类似。透明的这个部位是它的心脏，很小，做熟就没了。黄色的部位是它的肝胰腺，它的肝胰腺含有多种的营养成分、精华之物。头部2侧是它的鳃，含有很多的泥沙，不能吃。绿色的部位是它的卵巢，卵巢布满整个虾身，是主要的使用部位。注意看这块有一对黑色囊状的东西，叫滤腺，也就是触角腺，主要保持体内渗透压平衡，是一个排泄的器官，具有肾脏的功能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这个部位是它的胃囊，还有很多的泥沙，不能吃。最后把这一根长线摘除就行了。好了，篓沟虾怎么做才好吃呢？今天我要2颗灶，咱就来一个油爆。先调个油爆汁儿，分别倒入香醋、花雕酒、1品鲜酱油、白糖，比例为1:2:2:2，个人匀就行。点火烧油，温度给它干到6成热，将洗干净净的虾搞里头，炸到冒小泡，用手一捏，你感觉脆铮铮的就捞出来，再将油温升至7成热，再复炸1小下，把多余的油逼出去。这时的虾壳已经酥了，然后再次捞出备用。锅中留少许底油，将蒜末和姜末爆香，烹入油爆汁儿，把炸好的虾搞里头，给点绿色，来几下天地饭，把这个汁儿裹得匀乎乎的。螯壳开始试吃了啊！油爆篓沟虾，来，粉丝是不是没吃过？来，粉丝先吃，我帮你们码味儿啊！吃，听这声啊！
外酥里嫩，这整个都能吃。实际上，哎呦啊，这俩爪都能吃，这俩爪，这炸的已经炸酥酥的了，味道是甜不筋儿的，酸不溜的。这个小姐姐的最爱啊，肯定爱吃。吃这个它不比吃那个小龙虾强多了。小龙虾的皮儿你们能吃了吗？出肉率老高了啊！绝了啊！几乎这个没有浪费的地方。做总结啊，泸沟虾呀，它有一种特殊的一个味道啊，这个味道你还说不上来。第一次吃的人啊，有可能不太习惯，但你第二次吃它，你就会越来越爱上这个味道。海边人对它的味道那是情有独钟的。好了，完了，这期咱就到这里啊！感谢大家的3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金甲找到了，吃了它小心勾住你的嘴。墨鱼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生物，拥有11颗大脑、3个心脏和2个胃囊。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不知道哪里能吃，哪里不能吃。我们先看头部，头足纲的典型特征，脑瓜和腿长在一块。墨鱼属乌贼，和章鱼的区别就是多了2条触腕，活动自如，能缩回2个囊内。触腕上长有吸盘，具有感觉功能，是捕食的重要工具。每个腿上也都长有吸盘，每个吸盘长有角质环，可以防止食物逃跑。这个腿和触腕都是可以吃的，口感梗啾啾的。吃的时候注意把这个角质环撸掉。这是墨鱼的嘴儿，里面长有2颗大板牙，学名角质颚。坚硬无比，不能吃。看像不像鹦鹉的嘴？牙去掉，剩下的叫口球，也就是牙花子。牙花子口感梗啾啾的，是可以吃的。墨鱼的大脑就在2眼中间这个本的头里面。我们先把这个眼珠子去掉，眼珠子又腥又硬，不能吃。打开甜甜盖，大家注意看。这个像黄豆粒大小的东西就是它的主大脑，剩下的10颗分别在腿上8颗，触腕上2颗。肚囊打开，咱们看一眼，靠头部2侧这个部位叫漏斗锁，这是锁座，长在头部。锁头长在身体上，墨鱼在游泳的时候，这个锁就会锁住，要不然吸进去的水就会从缝里流走，就形成不了压力了。这个部位就是漏斗口，这个口可不一般，分别是它的进水口、出水口、呼吸口、排泄口、生殖口、喷墨口，6口合一，1口多用。2侧絮状的东西是它的鳃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紧挨着鳃的2个黄豆粒的东西是它的鳃心脏，左右各1个。大寒之物不能吃。神奇的部位出现了，区分公母的标志精夹线，也就是生殖线。白色的部位是精巢，精华所在，是可以吃的。如果是母的，就是卵巢，也就是大米，嘎嘎香。这个部位是储精囊，白色结了拐弯的部位是输油管，这个管状的部位就是精夹腔，也就是加油腔。成熟的精夹就在里面，这就是精夹，一根一根的。来，有多少人是第一次见到精夹的？过来打卡，我看看有多少人。神奇的是，当精夹排出体外遇到雌性的时候，会自动勾住雌性，所以要想吃参的话，就会勾住你的嘴。想不想来一口尝试一下？这个棕色的部位是最大的脏器，肝脏，非常的腥，不能吃。中间一团子的东西是肝胰腺，连接着胃囊，看一共2个胃。这个黄色有絮状物的东西叫盲囊，起到辅助消化的作用。胃囊连接着一条食管，这样展示你们就能看清楚了。注意看，第3颗心脏找到了，在这里。这些杂七麻八、零散码事的消化系统就扔掉吧，不能吃。这个黑色的部位就是它的墨囊，是墨鱼唯一的防身武器。当遇到一条大鱼要逮它的时候，这个墨囊就会一使劲儿，墨就会从这个喷墨腔里面滋溜射出去一管墨，直接糊在鱼的眼珠子上。这时墨鱼就会以100米的速度嗷一下子溜了。这个墨对人体非常的好，是可以吃的，可以和在面里包包汁儿、包饺子儿，最后还有个内鞘给它取出来，长得像个鞋拔子似的。这可是个药材呀，别扔，留着有备无患。吃的时候别忘了把这层皮给它拔下来，剩下漂白的肉咋做咋好吃。这期呢没有试吃啊，因为它不是一只原浆的墨鱼，它是药水泡的。我今天就用这个食物教大家如何去辨别。因为墨鱼啊，它很不容易保鲜，所以说有些商贩呢，它就会往里面加一些碱水啊，进行泡制。如果是加的食用碱啊，对人体伤害还不大，就怕什么呢？给你加一些双氧水啊、甲醛呐、工业活碱呐，还有这个福尔马林啊，你这东西人吃了它能好吗？这多损！
经过泡过的墨鱼啊，大家看一眼啊，它的颜色呀非常的光亮，而且没有粘液，你闻起来呢一点腥的烘的味儿都没有，正常应该是有点腥味儿的。而且你看这个须啊，还有这个鳍这块的都感觉是不是很透明？这就是它的典型特征啊。原浆呢身上应该是埋了八胎的，黏的咕叽的，白不呲啦的，闻起来腥的烘的，哎，这才是原浆的墨鱼啊。所以呢，大家要学会分辨啊。这期咱就到这里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3连啊！我带你解锁更多的海鲜知识，拜拜。